那么今天下午我们第二个视频主要来聊聊美股当中的 OKLO， 这也是粉丝留言比较关注的一个品种。那么目前我们看到周线图，这只股票是经历了前期长时间的一个沉寂，只是在最近1年里面出现了一波大涨，紧随其后是一波大跌，也是刚刚受到不管是消息面也好，或者是机构来说才刚刚关注到它。但是从目前整体的一个运行节奏上来看的话，我并不是特别看好后市。那么下来我们继续通过波浪结构的一个分解，来看看当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。首先我们还是将它的时间我们先调整到一个周线图当中，向上它是走出了一个3波形态就结束了。那么后期紧随其后的是从今年的2月7号的高点 59.14 美元，它是开始向下运行一个调整浪。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它第一波的调整是运行到哪里？刚刚好回踩到黄金分割 0.764 的一个位置，但是并不能说它就此调整结束了。我为什么这样说？因为从 59.14 到这个4月7号的低点 17.42 美元，它是向下走出了一个5浪的一个下跌形态。因为我们知道以往5浪下跌形态，它如果处在调整浪里面，它有可能仅仅是调整浪的第一波走势，也就是说从 59.14 向下运行的这个1、2、3、4、5，它可能仅仅是一个 A 浪。那 A 浪运行完毕，紧随其后就是一个 B 浪，这个常规懂波浪的人大家都应该知道。但是目前为什么说不看好它？是因为这个 B 浪早早的就出现了一个3波形态 BA、BB、BC， 那么也意味着它整体向上反弹的空间它并不是特别大。如果之前这个 B 浪 A 它能顶到，如果之前这个 B 浪 A 的反弹它能很快的顶到这个382的位置，或者是在382和236中间的一个位置，那么后期这个反弹的幅度我们是可以预期比较大的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相对这个低位早早就结束了，那说明整体向上的反弹的空间目前来看是有限的，而且上方即将会面临2道压力，一道是之前的4浪的一个反弹的高点，应该是在 31.60 附近，第二位置就是在 0.32 的位置 33.40 位置， 31.60 到 33.40。 那么通过分析得出它的压力，我们可以看到距离当前的点位其实向上的空间是非常小。也就是说如果近期反弹到位的话，那么有可能这只美股将会再次出现一个向下的回撤动作，而且这个回撤动作会比较深。如果我们认为后期整体还是往上看反弹的话，那么前面3波走势可以合并成 BA， 这是个 BB， 等这个 BB 探底探完了，可能后面才会出现一个 BC， 甚至于刚才所说的第一种情况，这就是 B 浪的3波走完了，那么就会从相对的 31.60 到 33.40 直接开始向下破位，跌破之前的 17.42 这个低点。因此目前来看，这里的走势向上反弹的幅度比较小，那么也就造成了一点，此处你继续去参与它的盈亏比不合适，你可能止损会放的要比较大，而相对获利的目标预期比较小，那么就会本末倒置。因此如果你前期在相对的低位还有一些仓位的话，我个人的建议是，如果后期向上反弹接近这个压力区域，先走，至少是先走一部分，别到时候又跌下来，让你的之前的小幅获利又变成一个浮亏，这样从盈利到亏损的这样一个阶段，对人内心的一个打击是非常大的。好，以上就是今天下午第2个关于美股 OKLO 的整体走势的一个分析。那么也欢迎大家继续去在评论区去约稿，我们也是看到有合适结构清晰的品种，我们也是边讲边学，把波浪形态当中这些经典的形态，我们都是一一在实盘当中给大家呈现出来。如果你以后遇到类似的形态，那至少我知道我现在处在这个位置，我该怎么做，它到底是现在目前是处于一个单边趋势还是一个调整浪。如果是调整浪，那我们就等待；如果是处在单边趋势里面，到底是处在3浪的起始阶段，还是处在4浪转折到5浪的一个阶段，那每个阶段它其实操作的手法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获利目标也是不一样的。好，以上今天下午的第2个视频到此结束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